如果关于暗河的消息散布于江湖之上，那么无路可归的我们，会将天启城作为我们的第一站。或许天下人容不下我们，但我们会让隐宗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真是不错的年轻人，有魄力，很聪明，武功也很高。他方才一进来，就察觉到了你的存在。你没有刻意的隐藏你的气息吗？不，我在他进来之前，就用了绵息功，彻底隐藏住了自己的气息。他武功很高，年纪轻轻就超过了上一代苏家家主。想要控制住他们，影宗今日的表现，看来殿下是要失望了。一博，多拿出些本事来吧。此地便是万卷楼了。整座国丈府中，守卫最为森严。若要进此楼，必须提前引开这些高手。哲叔，你来了。我在来的路上收到了你给大家长的消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杀琅琊王。琅琊王在过去的暗河中，就不是我会接的杀人弹，更何况他还是萧氏皇族3代以来第一人，又岂是那么好杀的？那你想啷子办？先假装与尹宗谈条件。万卷楼是必须得去一趟的，我们要找到能将尹宗一击击溃的办法，这样才能调走尹宗的大部分势力，进入万卷楼，毁掉所有有关暗河的卷宗，让暗河成为那个生于江湖、长于江湖的组织。义部想利用我们来杀琅琊王，说明他怕了。我们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借助琅琊王的力量来灭了尹宗。本以为九霄城那一战便会是终点，不知道度过这次之后，是否还会有下一个阻碍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，更何况你有一个喜欢纷争的好兄弟。他什么时候来？天启城中的一切，我已经派人告知于他，他做好应对之策，便会入天启。见臣子，哎呀，那我们就静等几日。比起我们，尹宗那帮家伙肯定是坐立难安。难得来趟天启城，正好带你去几个有意思的地方转转。天启城中最知名的地方，这些日子我倒是都转过了。你去过哪去？千金台、青天剑、问天石、龙起源，
甚至还去了学堂。哎呀，停！这都是些什么破地方啊？这都是天启城中最有名的地方。呸！天启城里头最有名的地方，那当然是皇宫。教坊是。苏山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去找苏沐雨，要不要一起？沐雨啊，来了天启城，也不晓得来这该逛逛。我不识路。有理，这种地方一个人来啊，总是容易迷路的。酒不醉饮，饮自醉啊。哲叔，你什么时候这样喝酒了？这样显得很风流啊。为何你官话又突然变好了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那哲叔，我们接下来去拉猎。百花楼上百花开，百花开尽美人来，这也是棵百花楼啊。哲叔，我算是被你摆了一道。你来之前也没和我说这里是。公子，美人的这杯酒一定是美酒啊！公子，哲叔，那接下来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走。这位公子是第一次来吗？是。这般如玉的公子莅临百花楼，向来是予取予求的。今日公子你啊，无需花1两银子，便可以在这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不知公子想要做什么呀？我方才已经说了，我想走。公子你要走，但你旁边的这位叔父似乎不想走呢。沐雨啊，来都来了，尽情享受。不如你就进去听曲啊。我呀，不怕公子你喝最贵的酒，找最漂亮的姑娘，但就怕你听曲儿。上一次来我这儿听曲儿的，还是雪月城的3城主司空长风，那可是带走了我阁内最赚钱的姑娘呢。说笑了。不过公子，今日这外面也不曾下雨，不知你为何要带把伞呀？我猜，这是公子你的武器吧？此处听曲不得邪气入阁，我帮你拿到嘛。哟，二爷来的正好，快来帮我照看一下这位新朋友。嗨，好说好说，请。干嘛？请吧。来来来，坐。嘿嘿。哎呀，在下千金台涂婉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啊？苏沐雨。沐雨。
好名字，好名字呀！执散鬼苏沐雨，今日在此指示苏沐雨，并无执散鬼啊。莫担心，我也是来听取的。啊，苏公子真是好雅兴。也不知道苏沐雨那个家伙现在在做些什么。小秋，再来一杯！来，共饮此杯。听下去，这真好，是真没白来。二爷也常来听曲吗？啊，以前是常来的，当年可是国手风姑娘坐镇其中。自从风姑娘走了之后，就许久没来了。现在抚琴的是婉儿姑娘，听朋友说琴音并不逊色于风姑娘，我便来听听。感受如何？虽然在我心里依然是不及风姑娘，但确实已然算得上是不凡了。苏公子觉得呢？对于乐律，我也只是欣赏罢了，并没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别人。我听罢再聊，不然婉儿姑娘要生气了。看来这个传言中的顶级杀手，并没有那么恐怖，竟还显得十分友善。也不知是那传言过分夸大了，还是实际当此人拔剑之后才会化身恶魔。罢了，我还是先听曲儿吧，一会儿找个机会溜走。你是上哪儿带来了这么个俊秀的小郎君啊？还好生勇猛，巧把我们这儿姑娘的魂儿都给勾跑了。是我一个小兄弟，想检验一下是不是一个可靠的男人。怎么？那在我这楼里逍遥快活的，就一定不是可靠男人了？哼！你检验一个男人做什么？哦，忘了和你讲了。我已经找到我的女儿了，那感情是好啊，这不是你这些年来最大的心愿吗？是啊，但我这个女儿应得这个小子之后，我总感觉他喜欢上他了。这个小子呢，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其他方面都可靠得很，就是在这个男女之情上面，我是半点不了解。那这小子算是通过你的考验了。哼，来到这个姹紫嫣红的百花楼，只想到听曲。现在我倒是放心了。但我看呀，这小子怕是一生凉薄的命。你不是也讲我是会死到这半路上的硬？我现在不是好好的。哼，还有了个女儿。我们的家族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，这个小子一定可以改变了所谓的命运。那如此说来，我们是否该好好庆贺一番呀？来，我敬你。我这儿也有姑娘专喜欢你这样的英雄，反正你已然是个官夫了。通不通过考验都没关系。哼。宗主，三官回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不愧是宗主，本应是这世间最不易被察觉的影子，可却拥有着国丈这样光鲜而荣耀的身份。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乌鸦，听说宗主跟苏沐雨的谈判条件失败了。
当我们在黄泉当铺，却碰见了苏昌河。言谈之中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比起苏沐雨，如今这位掌权的大家长，是个更加适合合作的对象。哦，你有把握跟苏昌河谈判？有，他是个利益为先的人，所以最后当上大家长的人是他。而这世上唯一能让他放下利益、感情用事的人，刚好已经提前入了天启城。我们若能提前控制苏沐雨，那么和苏昌河的谈判条件也就多了一份。到时候苏昌河不管从感情上还是利益上，都不得不和我们合作。然后，我们可倾暗合整个宗门之势，杀死天启城中的一位王爷。至于以后暗河还存不存在，那已经没有了意义。好，那就更改计划，不再等苏沐雨表态了，今夜就将他下入隐狱。遵命。宗主，此事是否要知会大皇子那边？不用了，我有一种不妙的预感呐。大皇子那边已经对我们起了轻视之意，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，让他知道，我们影宗虽然已经不如从前了，但是依然有能力守卫天启城。抓住苏沐雨，就是一次好的机会。来，多谢二爷。哎，苏公子没带银子，没关系，我有。多谢二爷。兄弟，一会儿跟我走啊！赌坊知道吗？天启城最大的赌坊，我家开的，带你一点钱去。原来兄台是喝了酒，就能和人称兄道弟的性子。哎，嘿嘿，这以前听闻苏公子的大名，都以为是什么人间修罗，没想到今日一见，竟是风流少年呀！哎，我与你一见如故，不如咱们这……谁敢在天启城中杀人？什么人鬼鬼祟祟，暗箭伤人？此事与你无关。你是何人？装神弄鬼！二爷请退下，此人为我而来。这是苏公子的仇家？倒也算不上仇家，他们之前也是暗河之人。他们又是什么鬼？他们不是鬼，而是坐在神庙之中的神。只有我们这些执剑之人才被称为鬼，也就是你所说的人间修罗。听不太懂。总之好像很可怕。倒也没有，只是我的剑被哲叔收走，倒是有些麻烦。我平日里是不太用武器的，只有这把匕首，必要的时候用来防身。很好，倒是经常看昌河用寸之剑，没想到今日也能派上用场。苏公子不是还有一个朋友也来了百花楼吗？是啊，打得热闹些，拖一拖时间，等哲叔赶来。
他不会来了。二爷退下，此事与你无关。阿紫，你还真是慷慨啊！为了庆祝我找到女儿，你这一下派了4个过来。哎呦，你是想要了我的老命啊！你们要好好伺候苏先生，知道吗？是。那我先下去了。可嘛可嘛。苏先生，几个美影，你们也都下去嘛。我虽然是来逛交锋室的，但我没是那种瘾。我已经有女儿了。那就让我先来送苏先生分享极乐吧。我不是讲了，我没是那种瘾。我已经过了做美影季的年纪了。小心啊！那是神仙笔，地上的一个字就是一道气，一会儿气随笔出，他想寻你的罩门。气没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好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你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穆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
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那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这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恢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？
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。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
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圣衣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，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。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，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。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强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家族组成，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。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
你们已经有所了解。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木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戒师，刀剑合十，攻守皆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一而入决。我儿。要破八劫阵，唯有牺牲1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那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茧之口。
只是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资格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淡定着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先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
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上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
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，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，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
沐雨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